丽妃娘娘正值青春年华，没想到宫中守卫重重，竟然能发生这样的事。都怪我，若能早点发现蛛丝马迹，也许就不会让林月瑶有机可逃。居姑娘切勿自责，宫中这么多人都没有发现端倪，更何况这件事情已交由刑部主审，岂是你一人之责？还好林月瑶被拆穿以后，云大人已经带人封锁了全城。如今乌禁卫正在挨家挨户的盘查，我相信凶手一定会很快落网的。如此甚好。居姑娘，先前是在下邀居姑娘入宫受擒，那今日便由在下派人送居姑娘回府，请。出来吧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此番藏身于此，定不会白领华大人的恩情。我相助于你是出于一片真心，可你为何总要说出如此生分的话？现在所有人都视你为杀害丽妃的凶手，我选择相信你。可你为什么宁愿蒙受冤屈，也不肯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想替施伯音洗清冤屈，可是你现在连自己的嫌疑都摆脱不了。是我大意了，我绝对不会牵连于你。你知道我并无此意。难道我在你心中没有半点位置吗？不错，我心中唯有施伯音一人。就算他对我未曾有过情意，我也至死不渝。你真的要走了？京城危机四伏，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，我可以。不必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情意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为何你却始终不愿接受？一厢情愿的感情是不会得到幸福的。你又何苦如此？我为何这样，你应该深有体会。说我这般，你不也是这样吗？事已至此，刑部会不会查到阴司府也未可知。总之，我相信你没有杀人，我一定会护你回西敏国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惹的麻烦，岂能将阴司府牵连在内？好在京城之中尚未有人见过我的真容，我自有办法。你想用真名出城？
这么多人，连个凶手都抓不住，此案进展到底如何？回皇上，据查实，发生在宫中的2次灵异现象，均是由6翼房的熏香所致。据悉，这种熏香的制作方法十分复杂，若用量适当，此熏香确实有凝神助眠之功效。但若调整用料比例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致幻。臣断定，凶手便是用此手段制造了宫中邪祟杀人的假象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在内宫中使用这种卑劣手段，务必将其捉拿归案。朕要亲自判决，以儆效尤。皇上息怒，微臣已查明，凶手乃6翼房房主林月瑶。刑部已派人封锁进出京城各处要道，就算凶手有3头6臂，也将插翅难逃。这林月瑶不过一介女流，她仅凭一人之力，是如何潜入内宫杀人的？此人又是何等身份？他大费周章加害丽妃，又是为何呀？凶手杀人的动机尚未查明，臣等定全力追查，争取早日结案。不过，先前坤殿大动干戈，竟将太后宫中之宫女误认为凶手，还捏造罪名私用酷刑，此等行为乃草菅人命，误导案情，实在是罪无可恕。但是坤殿乃皇上亲封，所以如何查处，还请皇上明示。皇上，舒贵妃差人送来的。正如爱卿所言，叔伯知法犯法，不可轻饶。但此案还没完全查明，不可就此论处。传朕旨意，叔伯禁足家中，严加看管，停职查办。待此案完结，再行处分。臣领旨。世子旁听多时，可有何见解啊？皇上圣聪明断，这样处理最适合不过了。只是，世子有何想法？但说无妨。只是这案子虽然有些眉目，但这凶手在众目睽睽下单枪匹马行凶，确实不容小觑。臣以为，这云大人着实年轻，还是缺少些办案经验，怕耽误了时机。世子有何建议？这案子确实棘手，臣以为，应该由一个成熟稳重的大臣全权负责。可有人选？启禀皇上，臣愿为皇上分忧。丁大人啊，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。臣相信，以丁大人多年的办案经验，定会迅速查明此案。好，这由丁爱卿全权负责丽妃一案，务必尽快将犯人活捉归案。微臣领旨。臣儿来给姑母请安。臣儿斗胆，还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姑母开门一见。姑母，我爹已经被皇上停职看押，还望姑母想想办法救救我爹。娘娘，要不要奴婢将他打发走？不用了，随他去吧。喊累了，自然会走。站住！走吧。
下一个，站住！大哥，你见过这个林月瑶的真容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没见过她长什么样，那岂不是海底捞针了？此乃办案丰富的丁大人亲自拟的抓捕计划。丁大人说了，这是障眼法，唯有如此，才能逼迫凶手原形毕露。我早就说了，这丁大人呢，叫无知，还不如那个云清闲呢。平日里处处针对云清闲的人就是你，怎么反倒现在为他说起话了？弟媳还真是管教有方啊！我这叫对事不对人。这个云清闲吧，确实看着讨人厌了一点，但是他的查案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我倒觉得这个案子就不该让丁胜来，该让云清闲来。大哥，舒大小姐来了。龙大人，我有要事要跟你商量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二弟不是外人，舒小姐有何话直说无妨。龙大人，我是为了我父亲的事情来的。我知道这样说十分冒昧，但是我希望龙大人能为我爹开罪。若是龙大人不方便的话，能否带我见一面皇上？我亲自说也行。你也知道，乌金卫和坤殿关系素来不和，况且皇上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此事我帮不了你。龙大人，我知道是我爹断错了案，抓错了纪验，但是此案尚未结案，我爹就被关在家中，一日三餐都没有人照料。身为女儿，我就想去见他一面，难道这点请求也不能够通融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安排你回舒府照料你爹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定会亲自出面细查此案。姐姐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云清闲并非你想的那样会有所作为。这关键时刻还不是靠爹爹才保住了乌纱帽。你小声点，夫君快回府了。回府就回府，这些话也该让他听听了。姐姐，你是有所不知，皇宫命案发生之后，这俩人嘘寒问暖，在房里叙话了许久，美其名曰为了查案，鬼知道安的什么心。闭嘴！此话怎能乱讲？你姐夫每日在忙什么，我最是清楚。你那些道听途说之事，岂可胡言？若是传到爹爹耳中，无事也生非。传就传，他云清闲就是配不上我们丁家。是夫君回来了，打扰你们姐妹叙话了。爹爹，爹爹，你怎么也来啦？女儿给爹爹请安，不知爹爹会来，我这就去命厨房多备几个小菜。不必了。方才我与岳父大人一起下朝，老人家特地来探望，无旁的事。这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善儿啊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言尽于此。你姐夫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，他会好自为之的。你也玩的差不多了，跟爹回府吧。爹，爹，您难得来一回，就一同吃过饭再回吧。不必了。夫君，方才珊儿所言，不过都是道听途说，你别在意。不管爹爹说了什么重话，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你不要介怀。毕竟都是一家人。宫里这个案子，就交给父亲去办，也不算折了夫君的颜面。传得真快，连夫人都知道了。不过，还是要感谢夫人的体谅。我知道，父亲大人是爱之深责之切，我感恩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怪罪他老人家？这些日子，夫君在外办案，
我时常忧心，日后定要早些回来。想让本世子举荐丁胜取代你主审丽妃一案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挑拨丁胜和叔伯之间关系的计划。世子果然聪慧，这只不过是第一步。不必恭维本世子，你的计谋才值得一提，就连本世子都看不清楚你背后的玄机。莫非这丽妃一案背后另有乾坤？我得知一个秘密，不知世子是否有兴趣？快说。是他？好，就依你之计。哼。今日难得清闲，我便与夫人一同用膳。我这就让下人去准备。您慢走，慢走。爹，我回来了。爹，还偷懒呢？这大白天的喝酒，还做不做生意啦？爹，干喝酒对身体不利哦，快来尝尝你女儿给你带的小点心。爹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墨儿这般笑了，真好。云大人怎么会独自在此啊？我爹呢？最近总算是清闲了，这闲来无事，又不知道去哪儿。本想沽酒买醉，正好碰到居老爹有事要外出一趟，无人看店，我便自告奋勇留下来，替他照看酒铺。这云大人可是因为林月瑶抓捕一事受圣上责罚，才……这有什么的？那日能救下你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凶手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归案是迟早的事。云大人能这么想就好。这饮酒一旦过量，就失去了饮酒的意义，还是小酌为好，身体最重要啊。不知在下是否有幸，能请龙夫人小酌几杯？不知木儿在龙府生活的可还开心？云大人何出此言啊？以前和木儿在一起，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弹不完的琴曲，短短数月相隔，如今同桌而坐，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有此一问。那我正好有一事向云大人打听。虽说丽妃一案怀疑是林月瑶所为，可是她动机是什么？云大人可有线索？此案已经全权交由丁大人负责，我自然不得而知。都说小酌几杯了，案情之事，咱们暂且不谈。来。云大人有如此闲情雅致，在这里饮酒啊？怎么，官场失意，不闭门自省，好好修学，跑到这里勾三搭四，丢人现眼？二爷，你误会了。云大人，云府没有人陪云大人饮酒作乐吗？偏偏要出来喝酒，还要跑到居家酒铺和龙某的夫人一同喝酒，成何体统？二爷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我还没说你呢，私回娘家不说，光天化日之下跟一名男子在这里喝酒，不守妇道。
今日是我不请自来，与龙夫人无关。你不必字字带刺。况且，这酒铺的大门敞开着，来往的街坊都可以作证。我和龙夫人清清白白，你实在没有必要如此跳脚，有失君子风范。再说了，她是你夫人，你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他人，但是，你不可以出言重伤木儿。这是我跟我夫人的事，不劳云大人费心。倒是你，管好自己的事，别又把乌纱帽丢了。木儿与你是不能坐下来小酌的关系，还请云大人自重。木儿，跟我回府。云大人，他说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我替他跟你道个歉。二伯母，可以开饭了吗？我不才是一家之主吗？今日菜肴真是丰盛，这么多菜都是二伯母做的。这个呢，是二伯母特意为二伯做的。二伯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。我娘样样都好，就是不会做饭。不过，今日二伯似乎做错事了，惹得二伯母如此不高兴。食不言，快吃饭。我都还没开始吃呢。小宝来吃饭了。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些菜呢，是我特地为小宝做的。二爷不是喝醋就行了，还需要吃饭的呀。咱能不提这事儿吗？怎么能不提呢？我这么的不守妇道。这今日呢，确实是我偏激了些，因为我看到你们高兴，我就不开心。这况且呢，小宝还在这儿呢，给我留点面子。来，多吃点啊。哎呀，来，多吃。夫人，喝点汤啊。哎呀，谢谢二爷啊。这鸡汤上火，我怕喝多了火上浇油。小宝，来，喝点鸡汤，去火啊。哎呀，木儿，我们别因为一个云清闲伤了感情啊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他动机不纯，他图谋不轨。恐怕是二爷醋喝多了吧。二伯怎么了？二伯要被他气死了，这女人真是不讲道理。明明是二伯无理取闹。你懂什么呀？二伯这个呢，叫关心。可是关心则乱呀。吃饭。味道如何？不错。岂止不错，这可是二伯母特地回酒铺取的秘制料酒，才为二伯做的如此美味的鱼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又没问。你怎么跟你爹一样啊？吃饭。丽妃案发之时，林月瑶在宫中所奏的是伏羲曲，与师傅有关。姬燕先前言辞中有所透露，亦与师傅有关。案发后，姬燕被冤入狱，此二人会不会与师傅的案子有所牵连？他们之间又有何种联系？这林月瑶究竟又为何杀丽妃？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呢？夫人，我知道夫人呢，之前只是回去拿料酒要做鱼，都是我不好。
罔顾了夫人一片心意，还出言不逊，误会夫人，都是我的不对。那夫人给这条鱼一个面子，来，就吃一小口，好吧？啊，若这一切真与师傅一案有关，再追查下去，不知会是何等局面。届时龙家亦会牵涉其中，他又该怎么办？是这个鱼凉了，变味了吗？二爷，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夫人为何如此严肃？二爷以后可否不再插足宫中之事？丽妃一案本来就与你无关，你不必牵涉其中的。你若不涉足，我也不想趟这趟浑水。可大哥如今在宫中为官，若真出了什么事情，也躲不掉，那还不如一起面对呢。对了，夫人，最近呢天比较凉，所以我就给你加了一床被子。之后若有需要，就提前吩咐下人把火炉给烧好。你几经波折，身子也比较弱，一定要注意为好。有一件事，我想了很久了。二爷，请讲。咱们假成亲的事情，能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呀？二爷，可是后悔了，想要赶木儿走啊？不，我是想把那个假改成真的。我还以为我们都心意相通了。哎，我逗你呢。我若真的想的话，我会直接用圣上的旨意去逼你，我根本不会给你犹豫的机会。那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当初是形势所迫，不得已才与二爷定下假成亲的契约。如今师父的案子稍有眉目，我怎能轻易放弃？可若继续留在龙府，只怕日后会越加不舍。二爷，对不起。我就不信，爷这么诚心诚意，还打动不了你。木儿夫人，吃饭。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吗？连个字条也不留。李克，李克，哎，来了，爷来了，怎么了，爷？你去居家，告诉二夫人，丽妃一案的行凶过程我已查获，让她去案发现场。哦。撤！二位，里边请。海龟呢？二位莫急，海龟在此。这就是你们要找的海龟，准确的说是海龟与押送他的官差3人。啊？何人如此大胆？
竟敢私自火化！大人明察，海贵3人不幸遭遇塌方，实乃天灾，始料未及之事啊！他们被埋在泥石流当中数日，挖出来的时候早已是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。留下几件物件以证其身份。快，2位，请过目。那不是更应该好好保存尸体，以便日后调查？怎能如此草率，直接烧成一把灰？如此这般，又如何确认这个人就是海贵？大人明察，大人明察，小人这也是不得已才为之。当地气候湿热，尸体挖出来没有几日就开始腐烂发臭，如果再不及时处理，恐怕会感染疫病。无奈之下，只得一同烧毁。是啊，我们只是村里的小衙役，怎敢擅自做主？都是奉命行事啊！是啊，是啊。还望2位大人高抬贵手，在上面多多美言。是啊，大人。爷，夫人到了。夫人请。二爷这是何意？不明显吗？哦，对了，李大哥是不是说二爷有什么新的线索？不知是什么线索，请二爷直说。我在城东郊外订了船游湖，咱们呢可以一边游湖，一边吃饭，看看湖边的风景。你最近太过于紧绷，需要放松一下。二爷干嘛花这冤枉钱呀？你当时不告而别，如果不花点血本的话，这万一你把咱们假成婚的事情传出去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知道不说查案，你根本不会出来。我不管，你的心里看来是没有我了。好啦，既然二爷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那就听二爷的。走了。是林月瑶。站住！放肆！竟敢对西敏国使者无礼！西敏国使者，那人不识礼数，惊动了来使，还请见谅。不知来使在京城住在哪家客栈？龙某为了表达歉意，想尽地主之谊。误会啊，误会！此乃西敏国特使雅雷利。此番入宫是为了面见太后。二爷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要先行一步了。毕竟耽误了太后的时间，我们都不好交代。特使大人，走吧。是。二爷，我不会听错的，她就是林月瑶。先前西敏使团的贺礼，哀家早已收到，不知特使何故至今才入宫面见呢？回太后娘娘的话，我入京之后便突发急恙，先前一直在宫外就医，迟迟不敢入宫，就怕惊扰了太后。哦，禀太后，此期间特使病症不减，一直在我阴司府休养，臣不敢怠慢。不知特使归期定否？待文牒审核，便可离京。
你们是怀疑西敏国特使雅丽丽乃林月瑶伪装？不是林月瑶伪装成西敏国特使，而是特使以假身份在京城开设6翼房混淆视听。这样一来，丽妃一事败露之后，她就可以用真实身份名正言顺地离开京城。这个雅丽丽一定是早有计谋。如此一来呢，这个林月瑶凭空消失，凶手也人间蒸发，没有人会怀疑到这个西敏国特使头上，好计策。我可以将他的通关文牒扣押几日，但若再无证据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毕竟他是西敏国特使，稍有不慎，搞不好会影响两国的邦交。此事不宜打草惊蛇，理应按正常流程送还文牒，这样我们才能不动声色地引蛇出洞。难道你已有对策？文牒呢，我们就照发不误。这些时间足够我们抓出真凶。案发时的琴声，我只要再听一次，我就能够确定林月瑶与雅丽丽是否是同一人。这个好办，只要我们再让丁大人出马即可。丁胜乃圣上钦点负责此案，若能抓到真凶，他必定会全力以赴。可是他会全力配合我们吗？若是我们私自调查此事，那才会得罪了丁大人。这毕竟怎么说，这个功劳也应该是他的。管他呢，功劳谁的我不在乎，最重要的是抓住真凶。这海贵若是死了，倒是罪有应得。可怜那2个押送他的官差，只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眼下连尸首都不保，应该如何通知他们的家人？将骨灰1分为3，让大哥发放抚恤金，就说尸体太沉了，搬不动，火化了。就你会出馊主意。我们此趟前来查无所获，不知这海贵是死是活。我总觉得不踏实，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。小二，来壶酒。好嘞，客官。盟主，老穆，盟主，哎呀，盟主，可算找到你了，盟主啊，你要替兄弟们做主啊，兄弟们快活不下去了。干嘛哭哭啼啼的？出什么事了？盟主不是人。啊？不是，对方不是人，是狐仙。小宝，怎么了？怎么不吃饭呢？二伯母，爹爹和娘亲已离开好几日了，他们究竟去了何处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小宝乖，你爹娘呢，就是出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小宝要是有什么事情啊，可以先找二伯母。哎呀，你一看就是不懂小孩子。小宝，你爹娘他们已经送信回来了，他们没事的。真的吗？爹爹真的有传信回来？他都说了些什么？这当然是真的了。你爹爹啊，他跟我专门说了，说呢会给小宝带些玩物回来，所以小宝要乖乖的听先生的话，专心听课，他们便会很快回来。二伯还当小宝是孩子，礼物这些话可哄不住小宝。你二伯什么时候骗过人啊？若是小宝觉得这些玩物小宝不想要，那二伯就给他都卖了。那不行，爹爹买的自然是小宝的。都是你的，你最精。要说精，谁都比不过二爷吧？哎，这在小孩子面前，给我留点面子。京城第一商户。小宝，等爹爹带礼物回来以后，一样都不要给二伯。快吃饭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盟主啊，此地原本也算是人丁兴旺，可就在前几日，村里突然开始鸡犬不宁，
村民都说是狐仙光顾。世上哪有什么妖魔鬼怪？那是，我乃江湖中人，自然也与夫人一般，不信这狐仙一说。可后来，附近村里接连有姑娘失身，询问之下才发现，这些姑娘全是自己稀里糊涂走进林子，第二天便一无所知了。夫人、盟主，你们想想，若非是狐仙摄人魂魄，常人又如何能办到？是啊，不是，你们没有人见过他模样吗？我记得，那东西长得青面獠牙，而且全身布满毛发，而且还能直立行走。还有，他表皮凹凸不平，长着尾巴，可脸却是常人模样，十分恐怖呀！等等，有几只狐仙啊？怎么每个人描述都不一样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，对吧？盟主，那天夜色太沉，我们只顾着自保，就未能看清其真面目。哎，不过那怪物啊，它双眼冒着绿光，身形巨大，我们就算是合力也无法与之相抗啊！是啊，岂有此理！竟敢伤害我兄弟！好啊，今晚我们在这儿住下，抓了狐仙，为民除害。